你能想象吗？在中国这个曾经楼市神话的国度，房子一夜之间从全民信仰变成了烫手山芋。77家房企债务违约，30家退市，无数家庭的梦想随之灰飞烟灭。有人倾家荡产，有人断供跳楼，有人背负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务。房地产正在用最冰冷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，繁华已死。中指研究院刚刚在8月2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0年至今，已经有77家中国房企发生债务违约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，而是一个个城市里被遗弃的烂尾楼，是一户户家庭长夜的哭声。更可怕的是，30家上市房企退市，其中27家是被动退市，不是主动选择离开，而是被市场和资本的铁锤狠狠打碎。回顾这几年的房企违约潮，就像一场连锁爆炸。2020年，债务违约的房企数量开始冒头。2021年，数量直接翻倍，达到16家。2022年彻底失控，44家房企集中暴雷，几乎每个月都在传来坏消息。截至2025年8月，总数累积到77家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平均每个月都有房企在死去，留下的只有断裂的资金链和满城风雨的谣言。退市的名单更让人心惊，14家 A 股公司因为连续亏损，股价跌到面值以下而被强制清退；13家 H 股公司因为财报无法发布，停牌超过18个月而彻底消失。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整个行业的集体葬礼。有人说，房地产行业只是转型期的阵痛，但事实是，20家出险房企虽然获批重组，总计化债规模超过1.2万亿元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换句话说，即便砸进去天文数字的钱，也救不了一个烂透的行业。更惨的是，那些还在苟延残喘的上市房企，也活得像在 ICU 里吊命。截止8月20日，沪深上市房企里有71家发布了2025年上半年业绩预告，其中45家亏损，占比高达 63.4%。注意，这不是一个小行业的比率，这是整个支柱产业的平均水平。个别房企甚至亏损超过100亿元，这意味着每一天都在烧掉几千万，完全没有回血的迹象。最讽刺的是，连曾经被神化的地产大佬也成了市场的笑柄。深圳祥基集团主席陈洪天，这位曾经豪言投资香港楼市稳赚不赔的富豪，终于在2025年8月19日交出了自己最惨烈的一份答卷。他的豪宅香港山顶歌赋山道15号，9年前斥资21亿港元买下，当时尺价高达22.74万港元平方尺，创下全港纪录，成为所谓的尺价王。那时他被媒体吹捧为深圳富豪炒楼的代表人物，几乎站在了财富的巅峰。然而今年这栋豪宅以 7.9 亿港元成交，暴跌超过 60%， 单一物业亏损13亿港元，直接刷新了香港住宅市场的最大亏损记录。13亿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把一整个中型房企1年的利润统统填进了这个黑洞。更悲凉的是，这栋豪宅从来没有真正住过人。2019年拿到入住许可证后一直空置，直到2023年被银行接管，沦为银主盘。2年时间反复流拍，最终被贱卖收场。这就是地产大佬的梦碎，当年意气风发，如今输得一败涂地。陈洪天不是个例，而是整个市场的缩影。自2021年见顶以来，香港豪宅价格普遍下跌 30%， 而银主盘通常还要额外折价 15% 至 20%。这意味着一个原本价值1亿港元的豪宅，现在可能只能卖到6000万。在这个背景下，陈洪天的其他投资也全线溃败。红磡祥基中心当初花了45亿港元收购，2024年12月只能以 26.5 亿卖出，直接蒸发 18.5 亿。
山顶司徒拔道53号豪宅，2023年9月卖了4.2亿，较原定招标价打了6折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他在香港的累计投资近70亿港元，如今大部分都血本无归，10年心血化为泡影。金融分析师的点评冷酷无情，这就是典型的杠杆爆仓。当年靠抵押深圳的物业疯狂借贷投资香港，如今资金链一断，再大的身家也守不住。而这一切折射的正是中国房地产模式的彻底崩塌，靠高杠杆撑起的虚假繁荣，一旦市场转冷，就会以雪崩般的速度坍塌。如果说富豪们的投资失败还能登上财经新闻，被写成豪赌失手的笑话，那么真正没有声音的是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购房者，他们是被抛弃在烂尾楼下的人。2023年，河南停贷潮曾经轰动全国，数以万计的购房者集体宣布拒绝偿还银行贷款，因为他们买下的楼盘停工荒废，连水泥框架都没封顶。那些楼盘在白天看像是骨架一样的废墟，晚上则是冷风吹过的噩梦。有媒体统计，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至少有300多个楼盘被购房者集体停贷，涉及购房者数十万人，牵连贷款金额超过1000亿人民币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样的情况在2024年、2025年并没有根本改善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恶化，让更多开发商跑路。有购房者无奈地说：“我每个月还几千块贷款，可窗外就是一片荒地。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？年轻夫妻掏空6个钱包付首付，本来期待的是婚房，结果成了废墟。父母辛苦一辈子，把养老钱砸进去，却换来一个半拉子工程。有人贷款断供，被银行追债，最终失去的不仅仅是房子，还有尊严和未来。房企的轻资产转型是假话。面对行业的惨状，不少房企打出了转型旗号。鲁商发展、中缅集团、冠城新材等企业宣布退出房地产，转型轻资产或做医药、做环保。听起来像是凤凰涅槃，但实际上呢？数据最诚实，截至2025年8月，沪深上市房企中45家半年报亏损，占比63.4%。转型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利润，更多的是苟延残喘。所谓转型，对投资者来说就是股票市值不断缩水，对购房者来说就是房企用一句“我们不做房地产了”，就把数以万计的家庭抛弃在半路。这不是转型，这是逃跑。中国楼市的衰败不是单个家庭的悲剧，而是一整座城市的衰落。曾经被吹上天的鬼城鄂尔多斯，一度因为房地产过度开发而闻名全球。如今，这样的鬼城模式在全国蔓延。河北、辽宁、河南不少3、4线城市的商品房库存消化周期已经超过36个月。什么意思？就是3年不卖一套新房，现有库存都消化不完。在东北，一些新建小区的价格跌到了每平米2000元，甚至比装修的成本还低。有人调侃买房送白菜已经过时，现在买房送车位、送家电，甚至送一辆国产车。可是，即便如此，依旧没有人愿意接盘。中国房地产这个庞然大物，就像是一艘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，灯火辉煌过后是刺骨的冰冷。更让人担忧的是房地产危机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冲击。中国的银行信贷中，房地产贷款占比高达40%，这意味着一旦房企暴雷，银行就会立刻遭受巨额坏账。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已经突破4万亿元，其中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不断上升。而在资本市场，恒大、融创、世茂等一批知名房企的债务危机，已经让投资者血本无归。
有人买了恒大的理财产品，结果钱一分没拿回来；有人买了房企的债券，如今成了废纸一张。还记得2017年那句口号吗？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。那时无数人拍手叫好，以为楼市终于能回归理性。结果呢？对富豪来说，房子成了吞噬财富的黑洞；对普通人来说，房子成了套牢一辈子的枷锁；对国家来说，房地产成了吞噬财政的无底洞。这句话如今成了最大的讽刺。房子确实不是用来炒的，因为炒到最后只剩下满地荒凉。2025年的中国楼市就像一场大型悲剧的谢幕，富豪们赔掉数十亿，梦碎香港；上市公司批量退市，股民血本无归；无数普通家庭陷入烂尾楼的噩梦，背负无法翻身的债务；银行业被拖下水，财政风险越积越深。曾经，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，占 GDP 的30%左右，如今它却成了压垮无数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繁华散尽，尘归尘土归土，中国楼市的故事终于走到了最悲惨的结局。